大家好，你好，人类好。我不是 Miki， 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ki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过最有趣的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 MA180奇遇。我是一个行走的自卑体，我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，不管是学习、运动、外貌还是人际关系，我总是被欺负、被嘲笑、被忽视。我没有朋友，只有一个脏兮兮的胖子，他是我唯一的伙伴，也是我唯一的负担。他总是跟在我身边，吃我的东西，沾我的床，用我的东西。他从来不帮我做任何事，只会给我添麻烦。他是我的寄生虫，也是我的护身符。没有他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我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、更自信、更快乐，但是我没有做，因为这就是人生。人生就是一场无尽的苦难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出路。妈妈就是这样告诉我的。她说遇到奇怪的东西要避开，不要好奇，不要冒险，不要梦想。她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强者和弱者。强者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，弱者只能忍受任何他们遭受的事。他说我们就是弱者，所以我们只能活在阴影里，等待死亡。妈妈已经死了很久了，她死于一场车祸。她当时正在开车送我去学校，突然一辆卡车从对面冲了过来，撞上了我们的车。妈妈当场死亡，而我只受了些轻伤。医生说这是一种奇，但我知道这不是奇，而是诅咒。妈妈死了，留下了我和那个胖子，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，所以我们只能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，靠着政府的救济金和打零工度日。那天晚上，我和胖子正在回家的路上，天色已经黑了，街道上没有多少人。我们走过一家音乐店，突然听到了一阵美妙的声音，那是钢琴的声音，清脆而动听。我停下了脚步，被那声音吸引了。我转头看向音乐店的橱窗，发现里面有一只猫正在弹钢琴。那只猫很可爱，毛色是黑白相间的，像是穿着一件礼服。它的眼睛是蓝色的，像是两颗宝石。它的爪子在键盘上灵巧的跳动，弹奏出一首优美的旋律。我觉得那首旋律很熟悉，像是我在哪里听过的。我想了想，突然想起来了，那首旋律是妈妈以前常常给我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我不禁感到一阵心酸，眼泪快要流出来了。我想起了妈妈，想起了她温柔的声音，想起了她拥抱我的感觉。我多么想念她啊，多么希望她还在我的身边啊。我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，忘记了自己的困境，忘记了自己的自卑。我只想听那只猫弹钢琴，听那首歌。胖子却没有我的感受，他只觉得那只猫很好玩，很有趣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说要进去看看。他说那只猫可能是被主人遗弃的，或者是被实验室做过什么试验的。他说如果我们能抓住那只猫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，或者拿去电视台表演。他说那只猫可能是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我不想理他，我不想打扰那只猫。我觉得那只猫是妈妈派来给我的一个礼物，一个安慰。我觉得那只猫和我有一种特殊的连结，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。我只想静静地欣赏它的演奏，感受它的情感。但胖子不听我的劝阻，他硬拉着我走进了音乐店。音乐店已经关门了，但没有上锁。胖子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我只好跟在他后面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去。音乐店里很暗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。店里摆满了各种乐器，琴、吉他、小提琴、鼓等等。墙上挂着一些海报和照片，都是一些音乐家和歌手的。店里没有人，只有那只猫还在弹钢琴。胖子看到那只猫后，就兴奋地跑了过去。他伸出手，想要抓住那只猫，但那只猫很敏捷，一下子就跳开了。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，好像在警告胖子不要靠近他。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与愤怒，但也有一丝悲伤无奈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拉住胖子的手，劝他别再惹那只猫了。我说那只猫没有做错什么，
只是想弹钢琴而已。我说我们不应该打扰他，更不应该伤害他。我说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，让他自由的生活。胖子不听我的话，他说那只猫是一个宝贝，是一个奇。他说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，就会后悔一辈子。他说他不会伤害那只猫，只是想跟他做个朋友，然后带他去见见世面。他说他有很多好主意，可以让那只猫成为一个明星，让我们也跟着发财。我觉得胖子的话很荒谬，很无理。我觉得他根本不懂那只猫的心情，也不懂音乐的意义。他只是想利用那只猫，为了自己的私利。我觉得他是一个讨人厌的没良心的人。我跟胖子吵了起来，我说我不会让他碰那只猫，我说我要保护那只猫。胖子却说我是一个傻瓜。他说我不知道现实的残酷，不知道生存的艰难。他说我不只浪费时间，还浪费生命。说着伸手就要去抓猫，我跟胖子拉扯起来，不小心撞倒了一些东西。我们的吵闹声惊动了音乐店的老板，他从后面的房间里走了出来。他看到了我们和那只猫，大吼起来。他问我们是怎么进来的，我们说我们只是看看猫而已。他说那只猫是他的伙伴，他说如果我们敢碰那只猫，他就要报警。胖子被老板吓得脸色发白，他知道自己做错事，惹上麻烦了。他连忙道歉，然后拉着我就往外跑。我没有反抗，也没有回头，我只是默默地跟在胖子后面离开了音乐店。离开音乐店后，胖子就骂了起来。他骂老板是一个吝啬的老头，是一个不懂音乐的笨蛋。他也骂那只猫是一个不知感恩的畜生，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。他更骂我是一个没脑子的傻子，没有眼光的白痴。他说我们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棋。他说我们只能继续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，继续受尽苦难和屈辱。我没理会胖子的话，只是默默地走在他旁边，心里却在想着那只猫。我想知道那只猫是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会弹钢琴？我想知道那只猫是怎么学会弹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为什么是这首歌？我想知道那只猫是否也想念它的妈妈，是否也有它的梦想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和那只猫很像，都是被世界遗忘的孤儿，都是被命运捉弄的可怜虫。我觉得自己和那只猫有一种深深的亲近感，一种无法分离的牵挂。我觉得自己和那只猫是命中定的朋友，说不定还是彼此的救赎。我突然决定了，我要回去找那只猫，我要跟它说对不起，我要跟它说谢谢，我要跟它说我喜欢它，我要跟它说我需要它，我要跟它说我愿意陪它，我要跟它说我愿意跟它走。于是我停下脚步，转身向胖子告别。胖子看到我的举动，大惊失色，他问我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。他劝我别回头，别做傻事。猫，你还要去找猫？他说那只猫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，说不定还会带来可怕的灾难。那是可怕的幻象，一种不可以再接触的妄想。他说他现在看清了，但我不听胖子的话，我只听自己心里的声音。那是一种温暖而甜美的声音，像是妈妈在唱歌。那是一种清晰而坚定的声音，像是猫在弹琴。那是一种让人感动而勇敢的声音，像是爱在呼唤。所以我对胖子说了再见，然后转身向音乐店跑去。转眼间我跑到了音乐店的门口，门是锁着的。我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回应。我又敲敲窗户，也没有人回应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我想是不是老板出去办事了，还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四处张望，看看有没有别的进入方式。我绕到后面，发现音乐店的后门是开着的，它没有关好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我偷偷地溜了进去。我走到音乐店内部，看到了刚才那架钢琴，我感觉非常开心，立刻跑过去找那只猫。但是当我走进钢琴时，我发现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，那只猫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女孩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，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。她坐在钢琴前，双手放在键盘上，眼睛闭着，嘴里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看到这个场景后就呆住了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觉得好像在做梦，
或是产生幻想，这是一场梦吗？他是谁？我想问他那只猫到哪里去了，但是我却开不了口，只能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听他唱完那首歌。他唱完那首歌后，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他看到了我，就露出了一个甜美的笑容。他对我说，你好，我叫小月，你是来找我玩的吗？我听到他的话后，更加惊讶了。我觉得他的声音跟那只猫的声音很像，他的眼睛也跟那只猫的眼睛很像，就像是同一双眼睛。我觉得他的笑容和那只猫的笑容也很像，就像是同一个笑容。我想问他是不是那只猫，想问他是不是变成人了，但是我却开不了口，只能静静地看着他，感受着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一切。他看到我没有回答，就站了起来，走到我的身边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说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记得吗？我听了他的话，就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。我想起有一只猫被老板打了一顿，想起了有只猫被老板扔到街上，我想起了自己跑过去抱起那只猫，想起自己带着那只猫回到音乐店，想起自己给那只猫包扎伤口。我想起了这些事情后，就感觉到了一种温暖而疼痛的感觉。我感觉到自己和那只猫之间有一种深厚而真挚的感情，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而神奇的缘分。我感觉到这些事情后，终于能开口说话了。我对他说，你是那只猫，你怎么变成人了？他点了点头，说，是的，我是那只猫，我变成人了，是因为你的爱，你的爱让我从死亡中复活，你的爱让我从猫变成人，你的爱是一种奇，是一种魔法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内心只有惊讶2字可以形容。我感觉到这份爱是多么强大美好，如此珍贵。此时此刻的我是多么幸运，多么幸福啊！我感觉到这些事情之后，忍不住抱住他。我对他说，我爱你，小月，我爱你，我的猫，我爱你，我的女孩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他听了我的话后，就回报了我。他对我说，我也爱你，小明，我也爱你，我的救星，我也爱你，我的男孩，我也爱你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就这样，我们相拥相吻，在那架钢琴旁边，我们忘了时间，忘了空间，我们只记得彼此，只记得爱情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ki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